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2号星期六，又是周六，明天先生的早训练。早上起来例行的配速跑，到夏天一般就是15公里，因为我们跑的相对快，一般在4分左右。如果说是4分，最后可能整体是3分55。如果说是4分10呢，可能就是4分。这季节特别热，夏天我是这么看这事儿。夏天如果你不跑25以上，那这种配速跑就不如跑15。如果你跑25以上，就是那天我那种渐加速或者怎么样跑长距离，如果你跑一个，比方对我的能力来说，我的比赛的目标配速是假设是3分45。如果对我来说跑4分15的20公里，不如跑3分55的15公里。但是如果您的比赛目标配速假设是5分40，比方您是破4的选手，或者再快点，比方说5分8，那这个时候其实更长会更好。有没有发现点不一样，小伙伴们？哈哈哈哈！有没有点那个七龙珠那感觉？还行哈，把水就放这上，然后跑到这儿的时候一拿。今天还是冲的麦盛的有糖的电解质，这个季节电解质特别重要。带了一个能量胶，是那次澳大利亚的一位观众来送的，当地的一个品牌，到时候还跟大家介绍过。这一袋是100千卡，420千焦，但是它这口感和质地感觉和 CIS 的那个等渗差不多，但是 CIS 那个好像只有66千卡。小伙伴们看怎么样？还行吧？距离上一次穿阿迪达斯的波士顿系列已经过去了8年，最后一次穿是2017年的芝加哥马拉松，那是2017年的10月份。那场比赛穿完那双鞋，退役以后，后来就不再穿波士顿这个系列，穿那个阿迪 Zero 的那个 Boost。那个时候的波士顿还是薄底，我记得是一双黄颜色的，但是是第几代我已经想不起来了，放个照片在屏幕上。这次又能穿上波士顿系列，还是挺有感触。波士顿系列不是阿迪达斯的顶级的竞速系列，它也是有那个柱，但是不是碳柱，是玻纤柱。对，我大概看了看介绍，也比 Pro 4要沉一些，整体上的感觉比 Pro 4就要，北方话叫又着实一些，重一些。我刚才热身了3公里多，从家跑过来，感觉还行。这双鞋我觉得对我的能力来说，做一做这种速度训练应该是 OK 的。如果是顶到最顶强度的间歇的训练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顶碳。那这双鞋平常的日常训练和这种中度的配速跑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就是试试看今天它整体的感觉，我穿到这儿感觉包裹性很好，然后鞋底呢，怎么说，它是那种偏韧弹，但是呢又介于韧和硬之间。我穿过的最韧弹的鞋是精碳，然后比较硬的鞋呢是特步。我觉得它这在这两者之间一点点，也可能是因为它不是碳，是那个玻纤柱，本身它就是柱。阿迪的鞋我穿 Pro 4我也穿过，去年的台北马拉松穿的 Pro 4，就是碳柱其实跟碳板比本身就会稍微，它不是那么的硬，会柔和一些。这个玻纤柱可能会更柔和一些。看看今天它的表现。1公里3分57。
那我应该比你们快一点，我从后边追上来呀。感觉这个天气，我们这水平跑4分是需要勇气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是绕喷水池2圈。骑车那位就是2小时32的马拉松选手，上公里3分46，还有2公里。3分41，还有1公里。还有这种跑最后冲一冲的感觉是马拉松的最后2公里，就是练那种身体可以掉，心里最好不要掉。不需要每一步都尽力，每10步有1、2步尽一下力就好。
3分40。啊！就看到夏天15公里最后一组，我基本尽力了，3分40。前段时间没这么闷热的时候还能到，我记得是3分26一次，3分24一次。但是今天有点累得有点极限。ナイス、今日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ナイス、ありがとう。真棒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小伙伴们，看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再见。再来，再来，啊！哦。啊，再见啊！啊，喝了半壶，我再去接半壶。嘿，小伙伴们，看看数据啊，15公里，平均配速3分54，时间58分27秒。看见跑员跟田先生说，我说这天气太热了，这3分54是什么配速呢？3分54就是马拉松2小时45。平均心率170，最大184，我挺拼的。训练这就挺拼的了，但是其实比赛，就我的比赛，大多数时候，如果我冲程越比赛都在173以上。其实你要马拉松比赛，你就150的心率，那说明你还能更快。这真心话，虽然我不推崇看心率，但是它还是一个在一大概范围。你们看会长分享的比赛的数据也都170多，对不对？平均步频206，步幅1.24米。步速损失比2.8，还可以。像我们这3趟爬升50米，看看单圈的数据吧。第1公里就在4分以内，第1公里357，第2公里354，第3公里357，第4公里351，第5公里359，第6公里355，第7公里358，第8公里356，第9公里353，第10公里356，第11公里355，第12公里358。第13公里346，第14公里341，第15公里340。从第14公里心率到了180以上，181，最后1公里182，还可以。差不多从第7公里心率就170以上，171，当然一直就是171。其实比赛也差不多，但是一般我比赛的时候，可能上来心率提的也快，状态进入的也快。就比赛的时候还是得有一个上来就好的状态，要不然你追不回来。哎，小伙伴们。8月2号星期六清晨7点20了，又冷身了2公里多回来。今天一共20公里，其中15公里是一起的配速跑，数据刚才跟大家汇报过了。今天很累很累，我基本上训练是这样，就只有在第2天休息了，就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这种是会完全竭尽全力。平常比方说假设今天是我第2个训练日，或者周3那种祥东课是我第1个第2个训练日的话，哪怕是第3个，我大概会用90%的力。就这个也是我推荐给大家的。今天这练完什么感觉？今天这15公里跑完，我回来这2公里就都跑不动了，就很少会这样的。当然也只有夏天会这样，因为天气的原因。你秋冬就天气特好的时候，其实很难精疲力尽。就一场马拉松完了以后，也不至于这样。但是这种训练呢，就会给心理造成些小压力。下次你再练的时候可能害怕。今儿这鞋不错，今天不是评测这双鞋的节目，就是体验一下。8年了，一晃，时间真的是，那时候可能就是前几代薄底儿的波士顿。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懂波士顿和那个 Boost 有什么区别，但是2个价格不一样，差几百块。这双13其实不是新出的，刚出的时候我看了一些评测，然后大家的评价好像都还不错。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，虽然重量不算轻，但是呢不是太有感。今天我穿上确实是这感觉，那比较跟脚，然后包裹也比较好，同时呢不闷。像我今天这么热，脚现在整个袜子什么的还是干燥的，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昨天问境界的那袜子的朋友说有这双的配色吗？他们说有。
然后还有一双那个东京马就黄色的那双配色的 Pro 4，那个配色也有。这个是相对于 Pro 4会更硬一些，然后能感受到挺明显的回弹。我觉得这双鞋对我周6的这种训练是很 OK 的。对我周3的训练，如果想跑出绝对强度，可能还是要再穿更顶级的竞速。差不多就这么一个状态。所以这双鞋我觉得马拉松可能4小时以内的小伙伴穿应该都会很自如，和当时那个我穿那一代薄底的波士顿一样。那时候就是我刚进4小时开始穿那双鞋，感觉很有清脆感，保持了那个感觉。不像 Pro 系列是那种，我按阿迪达斯的 Pro 系列，我的感觉是软弹，对，软弹偏韧，然后特步那种呢就是硬弹，完全不软。闭麦那个惊叹是明显的韧弹，这双鞋就是一双有点像升级版的，怎么说呢？有点像，就是比 Vaporfly 3要有点劲儿，但是呢要沉，相对的支撑啊和包裹会相对比较好。看看今天跑完20公里的状态。还可以哈，感觉鞋底是挺耐磨的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，还是我们直播间见，聊聊跑步，聊聊马拉松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